道大家是不是和豆豆一样，虽然说工作繁忙，但是过一段时间呢，总想回家吃一下爸爸妈妈做的菜和饭。而以前呢，我总觉得回家只是简单的从 A 点到 B 点。自从我买了这台星海 V9，来看一下，我买车的这个彩条还没摘呢。自从有了它之后啊，我才发现这舒舒服服的回家和凑合着回家差别是真的大。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台星海 V9的后备箱，就真的我每次回家就跟搬家似的。但是你们可以看一下，这里面的东西非常的多，可是呢又显得很宽敞。你看，我爸爱喝的茶叶，像这个天气，我一般会放一台小布的自行车，然后那个22寸的登机行李箱，还有后面的这个收纳箱，以及这个是简易的厕所，全部放在里面。你能想象到吗？还能够有这么多的空间。第3排完全一键放平之后，这个容积扩展到了夸张的2616升，也就是说现在是一个1.7米的大床房。而且还有个数据，就是这台车它的储物空间多达42处。那接下来我们上车看看。现在呢，来到第2排，豆豆要说一些重点啊，比如说老人和孩子都非常喜欢的功能。那首先呢，就是它的分区空调，我们冬天不怕冷，夏天不怕热。还有呢，就是第2排的储物空间，比如说在门板的这一块，我是放了我的话筒、我的补妆粉饼以及我的防晒霜，就是它非常的能装。除了这里之外呢，还有这个位置，那它既可以放一些小零食，又可以放一些抽纸巾。关于充电插口这一块呢，我觉得第2排也给的非常的足。比如说座椅呢，每个座椅上都会有一个 USB 的插口，这边也是有的。然后我们再看这块，它有个 Type C 的接口，就除了有 USB 还有 Type C。我想说，孩子在车上看网课的话，一根线就足够了。手机我们可以轻松的放在这个位置，而且呢，2个座椅也都有。最后一点就是要说同级别车型当中都忽略的一点，就是这个扶手。有一些车呢，它可能只有1个或者是没有，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台星海 V9 它是有2个扶手，是不是让老人坐起来非常舒服？这个家里的老人年纪大了呀，以前呢坐别的车，他可能关车门啊都要弯腰去够车门，但是你现在会发现，像这台星海 V9，咱们按一下，哎，门就关了。跟大家演示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场景，就是我们旁边的车可能会停得非常的紧，遇到这种极窄车位啊，可能2边都很难下车的情况，这个时候你就感受到，哎，我们星海 V9 这个侧滑门它的方便性了。你看，打开它，然后你会发现，哎，上车是不是也非常的轻松？接下来我们无剪辑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打开的是整个后门嘛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打开 SUV 的后门是不是那么简单？来，太窄了，太极限了。看，我说实话啊，我一个165身高、104斤的女生，我觉得还是挺瘦的吧，我根本进不去，根本进不去。啊，夹着我了。而且啊，我爸刚才还说，这个设计非常的贴心，它搬东西很方便。你们可以看到，它整个侧门的开口非常的大。我还注意到2个细节，第一个呢，就是它上下它这块多了一个台阶，还有呢，就是这里多了一个扶手。你别看这个扶手，很多老人都非常需要它。还有就是我妈搬大坛子酱菜直上直下，别说多方便了。星海 V9 呢是有200公里的纯电续航，你要平时啊接送孩子或者是买菜的话，1周充1次电就已经足够了。如果说啊你家里还有自带的这种充电桩的话，那我觉得就是又便宜又省心。它的综合续航呢是1300公里啊，你要说全家人都爱出游旅行的话，这个呢也是完全够用的，并且呢中途也不需要再去加油站进行补能，不会折腾老人和孩子。我们就按照1箱油来计算，它这个用电的费用呢，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啊，差不多要省将近200块。那你说这1年算下来，咱省了钱带孩子出去玩多好？哎，咱来转个弯，我觉得这个车的侧倾还是非常小的。省心的呢还不止这些，比如说它的辅助驾驶呢有自动跟车以及车道保持。那如果说遇到突然的行人以及电瓶车的时候，它可以主动刹车，及时介入。怪不得明星推荐官吴镇宇会这么说。
这次做星海 V9 悦享系列，我觉得完全不输进口车，够大够豪华，花不到20万的钱买到40万的配置，太值了。那他当然说的对啊，光造这 MPV 啊就有25年的经验，而且呢，它和其他很多车相比啊，还有8年或16万公里的质保，比其他车多出整整2年，用着也放心，而且呢，车身刚度也杠杠大。体验下来啊，我真的有话要说。我知道很多家庭买 MPV 或者是商务买 MPV， 很多人都会选择 GL8。但是呢，今天实际的感受，我的主观是觉得这台星海 V9， 或者说它的整个悦享系列动力还是非常强劲的，特别是在高速变道超车的时候，它会让我很有底气。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啊，豆豆觉得啊，大家挣钱都不容易，那这台车呢，在价格层面很有优势，包括呢在后期的维修成本以及它的产品力这块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替消费者所考虑的。实测体验下来，可以说星海 V9 的升仓并不是噱头。20万的价格，我享受的呢是40万的空间、续航以及品质。而且呢，就算它是高速馈电行驶的话，100公里的油耗才5个左右，可以说算下来啊，它的用电成本也就0.12元。靠的呢就是马赫电混技术，说人话就是平常用电省，你要是跑长途用油不花，特别适合像我这样的出差党或者是爱旅游的家庭。家里要买这样的 MPV， 不就是图它舒适以及够用吗？你说周末回家能够轻轻松松装下爸爸妈妈给的东西，那可是一份沉甸甸的爱啊。同时呢，家里有小孩的话，也不用愁它空间。而且呢，你要是长途开的话，不用担心它的油以及电。最关键的是，东风这样的一个大品牌，我觉得心里啊还是非常踏实的。那20万的价格能够有这样的实际体验，真的是挺值得的。